在短短几天之内，赵露思连续出现在3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之中，这种密集而高强度的公开露面，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叙事。第一场是面向大众的公开活动，灯光、媒体、观众全部集中，任何细节都会被放大。第二场是半私密性质的品牌或圈层聚会，既有曝光度，又保留一定自由度。第三场则是更为封闭的私人场合，更多体现真实个体的状态与思考。有趣的是，他并没有以同一种面貌贯穿这3场活动，而是像在进行一场精心设计却又极其自然的角色切换。他的变化不是表层的造型游戏，而更像是不同心理层级的逐步展开。从外界期待中的理想形象，到逐渐显露的真实个性，再到内心深处的自我认知，3种状态层层递进，形成一种极具张力的观看体验。这种连续性的变化，让观众不再只是看一个明星，而是在解读一个人。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信息释放，每一次风格转换都是一次身份提示。他仿佛在无声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魅力从来不是单一标签，而是多维度的统一。在第一场公众活动中，他的出现带有一种近乎仪式化的庄重感。他选择的造型并不张扬，但却极具控制力，剪裁利落，线条干净，色彩克制，仿佛刻意避免任何多余的表达。这种收敛恰恰成为最强烈的视觉语言。他的步伐稳定，节奏均匀，没有刻意加快，也没有刻意停顿，仿佛每一步都经过精确计算。面对镜头时，他的表情极其微妙，既不是完全冷淡，也不是过度亲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安全距离。这种距离感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尚未加冕却已经具备权威气场的继承者。观众在这一刻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投射，他不仅代表个人，更像是一种位置的象征。他的存在承载着期待、规则以及某种无形的秩序。他并没有刻意去争夺注意力，但所有注意力却自然集中在他身上。这种风格的高级之处在于，它让人安静下来去看，没有过多干扰，没有情绪轰炸，只有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吸引力。他用最少的表达制造出最大的存在感，这正是王座继承者气质最核心的魅力。克制往往被误解为保守或缺乏表现力，但在他的演绎中，克制反而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方式。他通过减少外显动作与情绪输出，让观众把注意力转移到更细微的层面，比如眼神的变化、呼吸的节奏，甚至身体微微的倾斜角度。这种表达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力的体现。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回应，什么时候保持沉默。这种精准判断使他在复杂的公众环境中依然保持稳定的气场。更重要的是，这种克制制造出一种未完成感，观众会觉得他似乎还有很多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容，于是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想象。这种心理机制使他的吸引力持续存在，而不是在短时间内被消耗殆尽。可以说，这种风格不仅仅是审美选择，更是一种策略。它让他在高度曝光的环境中依然保有神秘感与层次感。这种留白正是他区别于许多高强度表现型人物的关键所在。当他出现在第二场半私密活动中时，整体氛围明显发生变化。这里不再是严格控制的公众舞台，而是一个允许更多互动与情绪流动的空间。他的造型也随之转变，颜色更轻快，设计更灵动，细节中带着一丝俏皮与不规则感。他开始主动与他人交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参与其中。他的笑容变得更直接，甚至会在对话中露出真实的反应，比如惊讶、好奇或轻微的调侃。这些细节让他从一个被塑造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正在发生的人。他的肢体语言也更加开放，比如轻轻前倾的姿态、自然的手势，甚至偶尔的小动作，这些都在传递一种信号，他正在放松，他愿意接近。这种变化让观众产生一种被邀请的感觉，他不再遥远，而是可以被理解、被接近。他仍然保有公主的精致与优雅，但多了一层人性的温度。这种温度让他更加立体，也更加令人着迷。外向并不等同于表演，
真正吸引人的外向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自然流露。他在这一场活动中的表现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刻意制造可爱，却在不经意间呈现出可爱；他没有刻意营造亲和，却让人感到亲近。这种状态的关键在于他对自我节奏的掌控。他不会因为环境轻松就完全放弃边界，也不会因为需要互动而过度表现。他始终保留一条隐形的界限，使他的开放显得安全而可信。从心理层面来看，这种风格更容易建立观众连接。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会笑、会回应、有情绪的人，而不是一个始终完美却难以触及的形象。他在这一阶段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种可被感知的真实。这种真实并不意味着完全暴露，而是在控制之中的释放。这种微妙平衡使他既不会失去魅力，也不会失去距离。进入第3场私人活动后，他的状态再次发生转变。这一次的变化不再集中在外在，而更多体现在内在气质的沉淀。他的造型趋于简洁，但细节更加精致，强调质感而非视觉冲击。他的表达方式明显更加理性。他在交流中不再只是回应当下，而是开始延伸到更深层的话题，比如职业规划、价值选择以及未来方向。他的语言更有结构，观点更清晰，甚至带有一定的策略性。他的眼神中多了一种判断的意味。他在观察环境，也在评估信息。这种状态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在做决策的人，而不是单纯参与活动的嘉宾。这种转变极具吸引力，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更完整的他，不仅仅是被观看的对象，更是一个拥有思考能力与行动方向的个体。他开始从角色走向主体。成熟并不只是年龄或经验的积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他在这一阶段所展现的是理性与野心的结合。他不仅在表达自己，也在构建自己的位置。他的语言中开始出现选择、判断、机会等关键词，这些词汇背后是一种清晰的目标意识。他不再只是顺应环境，而是试图影响环境。这种风格的魅力在于它带来一种未来感。观众会开始思考，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他会走向哪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成为新的吸引力来源。同时，他依然保持克制，没有过度宣示自己的野心。这种低调的坚定让他看起来更加可信，也更加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3场活动，3种风格看似分离，实际上却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从克制到开放，再到理性，它的每一步变化都不是随机的，而像是一种逐层展开的自我表达。它让人看到一个人可以在不同场合中呈现不同面貌，而这些面貌并不矛盾，反而相互补充。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固定，而在于适应与转换。它没有被单一标签定义，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建立自己的形象。这种动态的存在方式使它始终保持新鲜感与吸引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持续关注它，不是因为它已经完成，而是因为它仍在变化。